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签证啊，就是马来西亚它有个签证是数字游民签证啊。数字游民的概念呢，说实话，其实我了解的是比较早的。那么就是一些自由职业者、远程工作者，比如说特别适合做广告啊、设计啊这些人啊，你这个收入从网上获得啊。当然来说的话，做一些外贸的人其实也适合这个签证啊，因为这个做外贸的话，很多人做 SOHO 嘛，对吧？所以说这个签证特别适合这种类似于自由职业的这种人员啊，比如说这个 YouTube 的话啊，那你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啊，你在国内的自媒体啊，这些发表的话，我觉得这个签证也挺适合你的啊。这个签证就是专门针对这些数字游民的人啊。那么我们这个网页的话，这个官网是打开了啊，然后呢，我可以把它翻译一下。好了，那么我翻译成功了啊。这个马来西亚呢，它也在就是为了打造自己的国家进行一个数字化的转型嘛啊，吸引更多的这种类似于数字游民的人来进来，这样的话也有助于它提升经济啊。因为数字游民的话，很多人的收入啊就是来源于网上，所以说他的很多收入的话，并不是在本地啊，就是并不是在从马来西亚那边获得收入啊，他也不是说去跟马来西亚这些当地居民去抢工作机会啊，这个签证是不允许你在马来西亚工作的啊，他就适合这个作为一个数字游民啊。那么他这边翻译的话，会把它翻译成一个数字游牧中心啊。那这个签证名字就叫 Deranto 啊，可能这个语言的话，可能应该是马来西亚本地语言吧啊，他这边把它翻译成德朗陶啊，那不管它了，反正是德朗陶这个项目啊。那么他这个项目的话，就是一个他这边说的就是一个远程工作啊，主要是远程工作，你既方便旅行也方便工作啊。因为我认识一个人，他就是经常在一个数字游民嘛一会儿在哥伦比亚，一会儿在土耳其，我看他去的土耳其跟哥伦比亚比较多啊。那么我们再往下看，他这个呢，其实他这边还有一个官网，就是专门是给你做一个很多的补充嘛相当于这种怎么去租房子啊，或者说他有一些就是给你提供一些便利性的帮助啊。那么他当然是一个欢迎所有的这种数字游民这种自由职业者吧。那么他这边的话，其实还有一个数字游民的酒店啊，我倒是不推荐啊，因为我觉得数字游民的话，在马来西亚虽然说我没有去过马来西亚，但是我听说马来西亚的话，虽然说吉隆坡挺不错啊，但是的话有一个地方叫槟城啊，可能是这种生活的成本性价比更高啊，那个租房更低，生活成本很低啊。那么我们可以点一下了解更多一下啊。其实这个签证的话，其实你只要网上自己就可以申请啊，而且呢，这个工作的话也不用说提前要在马来西亚找一个工作啊。当然的话，你要证明自己这个收入来源包括一些自己如果说跟中国的公司签订了什么合同可以让你进行远程工作的话，那你就非常好申请这个签证啊。这个签证的话，当然的话，它也有一些要求所在不过签证的话，总体来说还是很宽松的，而且这个签证推出的不是很长这边的话，比如说它这边有个专用类型通过专业访问签证可以携带配偶和子女入住那么工作、生活、出行教育的话我不是很清楚那个能不能教育那这边的话，住院它的翻译不对它是应该说是可以就是停留吧，停留个3到12个月。一般来说的话，最多可以延长12个月，就是说你首次获得签证是1年的长期的1年的。那么然后后面的话，如果说你还想在这个国家的话，那你就可以延长12个月那费用的话，说实话不贵真的是不贵，就是1000马币嘛就是1000马币的话，那得多少钱？等于1500人民币，就是200多美金吧那么就是1500这1500这1500这750左右吧那么受抚养人是吧？这个还是，而且这个网站的话，它是一个马来西亚稍微一个官网嘛那么不过呢，这个签证的话，说实话，你拿到这个签证之后，你可以选择在吉隆坡，也可以选择在槟城亚庇这些地方你去生活，这个没问题的。那么我们继续返回看之前的那他这边有很多合伙人都是官方的这种合伙的计划所以说他推出这个数字游民签证还是花了很大力气了这边的话，
它说明了这个 Deranto 的目标是什么啊？就是主要还是为了提升这个马来西亚经济吧。那么谁是数字游牧者啊？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数字游民的介绍。好了，我翻译了一下啊。然后数字游牧者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身份，远程工作啊。这个签证不是工作签证，一定要注意啊。他的工作一般来说的话，是你从海外获得收入啊。当然的话，你也可以在马来西亚获得收入。当然的话，比如说你从中国获得收入或者马来西亚获得收入，马来西亚获得收入这一部分，你要交税啊。但是如果说你在中国获得这部分收入的话，那是不用交税的啊。那么怎么样这个申请一个数字游民的话签证的话，这个比较简单啊，说实话然后呢它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啊，不收取任何费用，但是你就付个签证费就行了，这签证费就是1000多块钱人民币嘛然后有什么好处？他这边说是有提供准备好的生活跟工作中心，还有什么精选的当地服务。我感觉有点类似于像旅游计划一样的东西啊，他可能还会提供酒店给你啊，当然酒店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折扣啊。那么这边的话他就说了这个允许工作长达12个月啊，可以再续签1年你可以在这里申请这个网上就可以申请了，而且呢申请的话这个是在2022年的10月1日开始推出的，推出了没几个月。这边的话点击这个解答的话，它会跳到一个说明文档这个说明文档我已经把它翻译好了，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翻译的话，那么谁可以申请的话，就是一个 IT 人员比较多数字营销、数字创意、数字内容开发特别适合自媒体类型的人。那么签证时间的话12+2，12+12就是总共24个月那么我需要在马来西亚申请吗？不需要，那你在网上就可以申请了不用找别人。对所有国家开放嘛这个除了以色列公民其他都开放以色列公民的话，他这边写了要内政部的批准这个不提了年满18周岁就可以申请。那我可以带回家吗？这个的话我们对照一下就是可不可以带家庭这个可以带家庭的，这个但是带家庭的话就是说了嘛，就是要增加一些申请费用也不是很贵，就是大概是一个人的话是750人民币左右就增加一些申请费。那么我的配偶可以根据这张准证在马来西亚工作吗？这个是不可以的它不是一个工作签证你必须自己有工作，说白就是拉你去消费那么受抚养人可不可以与主申请人一起来马来西亚？这个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那么持有这个数字游民签证的话有什么好处它这边的话好处的话说了都是模棱两可但是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独家优惠说可能就是一种本地的服务折扣商圈促销活动就是类似于这种消费券像差不多吧。这个通行证可以多次进入吗？我看一下这个多次进入吗？它是允许多次进入的，多次往返的，哪怕你拿到这签证之后你就不在马来西亚也行你哪怕能待就待，不能待就不待说实话这个是一个1年的长期有效签证说是关于这个护照的话有效期的话这个要注意一下，必须要那个超过14个月因为可能你这个本身的话签证的话就是给你是1年签证嘛，所以说你必须要超14个月这个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而且的话他这边会还问我就是能不能允许我开设本地银行账号这个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英文原版它的意思大部分在马来西亚银行不接受专业访问签证给申请人开设一个银行账户你可能需要寻求更多的帮助，或者说找一个银行代表来咨询就是说开设银行账户的话可能是不一定可以那关于这个子女上学的问题学校要求不同请直接与相关学校联系我觉得这个学校的话可能公立上不去的话私立总能上吧，对吧？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以去沙巴跟沙拉越嘛这个地方呢可能有点特殊就类似于一种港澳一样性质，他的意思原版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你可以在这个旅行但是呢你的这个路径去这2个州的话会变成使用这个旅行签证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怎么申请啊？申请的话就这个网址申请就行了啊。申请过程需要多久啊？大概提供完整资料的4周内处理，就1个月之内处理完成。通行证签发在1周内完成啊，这个应该估计电子签证嘛啊。那么它需要什么东西呢？就是要年收入大于$24,000啊。那么如何证明的话啊，它这边的话就是一种发票啊、采购单啊，或者说反正只要你能证明就行了啊，包括雇佣合同啊、明确合同啊、年薪也行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原版的，如果说你是一个数字的自由职业者啊，那么这个文件的话就是合同或者说消费的清单、发票啊，跟你的这个客户啊，那么他这翻译的就是等值就行了啊。那么如果说你是个远程工作者，那么这个文件的话要求可能是激活的一个雇佣合同啊，在一个非马来西亚的公司啊，那更加方便了。如果说你中国公司的话，给你开一个证明啊，那证明的你的年薪或月薪必须的清楚的列明啊。那么而且要说明你不需要被工作在一个办公室，允许远程工作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那么有人是自媒体内容创作者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开证明的话怎么办呢？我们这边看原版翻译啊。那如果说他是一个内容创作者啊，那内容创作者的话这样子的啊，就是如果说你是内容创作者的话，你这边的话证明的话，你就从这个内容创作平台找这个收入啊，然后呢，你这个收入的话必须大于$24,000一年啊，这个也可以了。然后他说可以用自己的语言申请嘛，这个必须英语啊。批准的有效期限就是这个签证批给你之后，有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激活日期吧，就相当于银行卡啊，必须在6个月之内激活啊。那6个月之后就不能激活了。那么申请状态的话，就得在这个官网查啊。然后呢，保荐啊，就是说实话，这个是 sponsor 的话，就是个赞助人啊。赞助人的话，你能找到赞助人的话，那更好。如果没有的话呢，其实也不是很影响啊。那么他这个申请如果说被拒绝的话，你还可以在拒绝日期后的6个月内提出申诉啊，这个比较好。然后如果说申请被拒绝的话，还能退款啊，能退50%啊。那么提交这些文件的就是硬文件啊，就是不是说这个就是不是说复印件啊，就是原版文件的话，提交到哪里呢？就是提交这个公司啊，这个公司，然后如果说他的通行证过期的话就是在到期前的2个月，更新就行了啊。后面的话都比较简单，他这个更新那么首先的话，我们要第1年拿到这个通行证啊。那下面的话还有人说如果说他是学生证过来的这个国际学生啊。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要确认你有成绩单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申请费啊，申请费的话我说过了，就是大概1500人民币左右嘛一个人还要交6%的税啊，那不是很贵。但是他这个还有一个收什么呢？收这个押金一个押金的话，他这个它是每个地方不一样的啊。那么安全押金这个押金的话，中国的话是在这个1500那个马币1500马币的话就乘 1.5 嘛，大概就是也不，大概算起来的话就2000多人民币吧，2200嘛2200人民币。而且呢这2200人民币的话，它是可以在你的签证之后到期的时候，它可以获得一个全额的返款的这个不用担心那么接下来这个是税率问题税率的话问题的话就是一个如果说你从海外获得收入的话，应该是免税的反正总而言之的话，你就是在马来西亚以外的地方获得收入的话，那是免税的。如果是在马来西亚获得收入的话，那这边就要按照这个当地的税率来交税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个签证的话知道的人估计不是很多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用一下。但是主要这个签证的话没有太多福利我觉得更像是一种类似于1年长期的旅游签证吧。但是的话，旅游签证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它是不会给你超过半年的它是给你1年的话，而且1000多块人民币的话，我觉得也不算很贵那有兴趣的话，朋友可以自己申请一下。